不管是煮红豆还是绿豆，都不要直接下锅，不然肯定短时间内煮不烂的。有的时候我煮了1个小时，效果还是不乐观。其实在豆子下锅煮之前，只要多加上1步，10分钟不到就能软烂开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在超市买回的豆子，先要挑选一下，把变质的、发霉的、被虫蛀过的挑选。仔细清洗一下，用冷水把豆子淋湿，2只手掌抓起豆子互相搓一搓，搓掉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。豆子清洗干净，加水浸泡，这里需要注意要把豆子泡膨胀。泡好豆子放入一次性杯中，一次性杯子装1半就足够了。将豆子装入杯中之后，再往里面倒入冷水，之后将一次性杯子放入冰箱中。通常情况下需要冷冻3个小时以上，把豆子和水完全冷冻住。您可以一次性多冻几杯，这样方便使用。只需要在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，水量稍稍大一些。等到水煮开之后，将已经冻成冰块的豆子从一次性杯中取出，直接放入锅中，转成最大火，用大火去煮。这时候冰块就会慢慢融化，豆子也会随之散开。随着水温的升高，锅中的水再次煮开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豆子的表皮会快速破裂，3分钟左右，豆子就可以完成爆皮这个步骤，像一个个小烟花一样完全散开。豆子在水中浸泡后已经完全胀发，然后再放入冰箱冷冻。而放入冰箱冷冻的原因是利用水变成冰后体积会变大，也就是说不管什么豆子，只要吸收了足够的水分后，放到了冰箱完全冷冻住后，豆子内部吸收的水分就会变成冰，体积就会变大，所以豆子会从内向外长破，造成豆子光滑又坚硬的外壳破裂或者出现裂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用大火快煮大概7-8分钟，豆子就可以完全煮酥烂，无论是红豆、绿豆还是黑豆，这个方法都非常适用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快速且方便，非常适合家庭日常使用。那为什么冷冻之后豆子可以快速被煮裂开呢？其实在冷冻之前，豆子被水完全覆盖，豆子在冷冻过程中吸收水分，随着水分的吸收，当豆子和水一起冻结时，水分子会形成冰晶，这些冰晶在豆子内部形成，导致豆皮和豆肉之间产生压力。随着冰晶的形成和体积的膨胀，豆皮会受到拉伸，从而产生微小的裂纹。当冰冻的豆子被放入沸水中时，冰晶迅速融化，豆子内部的水分迅速加热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豆子内部的水分在加热时会膨胀，这有助于进一步破坏豆皮，使豆子更容易煮烂，并且由于豆子在冷冻过程中已经部分软化，因此在沸水中煮制时，豆子能够更快地吸收热量并煮熟，这减少了煮制时间，使得豆子能够迅速开花。所以要想用冷冻法让豆子短时间内软烂开花，就有2个关键点。第一点，豆子在水中浸泡时间足够长，吸收足够的水分，才能泡发好，像是坚硬又光滑的外壳。大家想想，豆子浸泡10分钟，水分能渗透进去吗？第二点，豆仔在放入冰箱中冷冻后，一定要保证豆子完全冷冻住，而不是放里面给豆子降下温就完事。满足以上2点后，冷冻过后的豆子的外壳才会破裂，
像是已经破裂的外壳，别说是用沸水煮了，就是凉水下锅煮，照样可以短时间内将豆子煮软烂。煮到汤汁浓郁后，我们还可以往里面加上几块冰糖来调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，舀出来开喝啦。赶紧试试看，这样煮出来的红豆粥、嗨豆粥是不是特香醇、特浓郁，还能缩短煮的时间？这种方法可以煮任何的豆类。夏天到了，又到了喝绿豆粥的时候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煮粥哦。营养又好喝的红豆不仅营养丰富，口感还非常好吃。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馅、做汤羹、做甜品等，深受家人的喜爱。但是红豆虽好，也不能胡乱搭配，有些食物是不能与红豆一起吃的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看完视频，希望大家别再吃错了。接下来就来看看哪些食物不能和红豆同吃。第一种，羊肉。红豆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而羊肉中含有较多的脂肪。当红豆和羊肉一起食用时，膳食纤维与脂肪结合，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，容易引起腹痛、腹泻等胃肠道不适问题，还会导致出现水肿。同理，红豆也不要与猪肉、牛肉等肉类同吃。那么红豆与什么可以同吃呢？红豆可以与鸡肉、鸭肉、鱼肉一起食用，能起到滋阴补肾的作用，对利水消肿也有一定的效果。第二种，冬瓜。红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元素，具有消肿除湿的功效。而冬瓜属于寒凉性质的食物，利水作用非常强。如果把它们两者结合一起食用，会导致脱水，所以红豆和冬瓜不要一起食用。另外，红豆和寒凉食物一起食用，还可能会损伤脾胃，影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所以红豆也不要与寒凉食物同吃。第三种，高钙食物。红豆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而高钙食物中含有较多的钙质。当红豆和与高钙食物一起食用时，红豆中的膳食纤维会与钙质结合，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，从而引起胃肠道不适。高钙食物中最典型的就是鸡蛋、牛奶等。对了，红豆中的植物蛋白与鸡蛋中的卵磷脂结合，也会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。好了，今天煮粥的小技巧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